喝下去以后，十分醇厚香鲜那个味道，在你嘴里就是垂齿留香，而且呢还不腻。大家好，咱给大家做一个叫奶糖三丁。哦，这也是一个传统老鲁菜是吧？对，这是一个传统鲁菜。哦，哎，这是应该就是咱原来说的这个奶糖的技法是吧？对，也就是说鲁菜里头比较典型的一个汤菜，一个汤品菜。这主料，它三丁嘛，咱主料呢是限制于3种原料。但是这3种原料呢没有具体的限制。哦，没有具体的。哎，没有具体的限制，你就是任选3种，或者是你家里比较方便的，是吧？你这里头你还也可以放虾仁，也可以放海参，是吧？也可以放蹄筋、鱼肚，等等其他的东西，都能放。你像鱿鱼啊什么的，鲜贝啊、干贝啊都能放，都能放。咱今天就选了这个蹄筋、猪肚，我切了点，从点里切点猪肚头、虾仁。哦，老师啊，哎，那是不是我刚才听着你说这些原料，是不是都是柔软无骨的这种原料？这个烩的东西呢，基本上就是尽量的采取是个熟的原料。熟原料。烩的东西尽量采取熟的原料，这个吃起来就像你说的那种比较柔软啊，比较这一种。没有刺儿的。哎，透的。对对，无刺无骨的。这个配料呢，咱今天就搞的就丰富点，因为烩菜吧。烩菜来说，你这个配料呢，它也没有什么限制。你让它丰富一点就行。这个烩菜，这个今天我先有蛋糕，有点白菜帮，这个润帮，火腿、油菜、胡萝卜、马蹄儿、青豆、香菇。实际上这些原料以后，你选个有个3、4种就可以，不用这么多。这个调味品主要是葱姜，关键一点做个奶糖菜，你别离到姜汁儿。离到姜汁儿，奶糖菜它不出味儿啊，就把姜拍以后，拍碎了，倒上点水抓就行啊。一定要那个姜味儿比较突出，做奶糖菜。下边咱就改刀。这个三丁吧，所有的原材料咱都把它切丁哈，但是呢又别切的很碎了。奶糖三丁这个菜呢，它改料吧，它比较简单一些。虾仁个丁就改的稍微大一点，因为虾仁它一熟，它容易缩水。猪肚也切丁，咱今天用的熟猪肚哈。老师啊，哎，咱这个猪肚在家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这个煮这个猪肚吧，第一，那油啊，你看这留下油啊，一定要取干净。取干净以后呢，就这个面儿，先翻过来去油，这是里面先去油，把这油都取干净。这个面洗的时候呢，加上点碱，先搓，把那粘液都搓下来，然后再倒一点醋。倒点醋的这个原因呢，一个是去异味，一个碱呢和个醋呢，它酸碱中和，你吃下来以后呢，它没有那个碱味，完了事以后就清洗干净，先冒一下，凉水下锅，这个锅里就用清水就行，也什么也不用加，让它开起来以后呢，就是再捞出来，把它洗干净就行了。关键的一点呢，有个肚子的后边，这是个肚头，就肚子下边有一块黄的东西。那黄那个东西别煮过了，你煮过了你就抠不下来了。就是80、90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用手抠一抠。咱这没有食物。这是肚子的头，这边有一个底儿，在那个底儿那个地方有一块黄的，那块黄的那个东西很厚，吃嘴很硬，就和有点角质似的。把那个东西取干净，里外洗干净，
就可以串水，串完水以后洗干净放煮，煮的时候加点葱姜，加点葱姜就可以哈。基本上这3个主料，基本上等量就行啊。这时候咱再切点蛋糕，这个卤菜里头这个切丁啊，基本上都是切厚丁片儿，不切那种四方丁哈。不是这个一般的丁都是，你比方腰丁啊、肉丁啊，都是切这个厚丁片儿，不切那这个四方丁。咱今天这个得1.5乘1.5差不多哈。差不多，但是虽然是丁，你不能切得很小啊。为什么加点白菜啊？这个白菜啊也叫白搭菜，你做什么菜你加上点以后它不抢味儿，它本身它就挺鲜挺甜美的一个菜，它清甜。白菜呢可以多放上点，这个菜离了香菇不行，香菇很出味儿。另外咱说一下这个香菇，这个香菇用冷水泡上1晚上，用的时候呢再提前呢上笼加水蒸它，蒸它，让它使其这个香菇呢充分的回暖以后，这个你吃起来呢它特别的嫩啊。如果你要是蒸不到手，你吃起来就有点咀嚼起来有点困难。一般这个蒸得蒸多长时间？这个蒸个20来分钟吧。马蹄是好东西，马蹄呢，它这个东西，你别管你怎么弄，它也是脆的。一个是脆，一个是它也是那种比较清甜的那种味道。像奶糖这个菜呢，如果你家的原料充分的话呢，你尽可能的多放上几样。多放一样，首先你多了以后呢，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不能互相抢味儿的东西。你看白菜它不抢味儿，是吧？这个香菇呢，就要的让它出个香菇味儿。这个马蹄也挺清甜的，是吧？香菇这个火腿呢，它是要它的香味儿，它都不大抢味儿这些东西。就是说没有味道特别重的那种菜。对。切点胡萝卜。好了，再放2个小油菜心儿啊。不管配什么菜，配好了以后呢，放到盘子里，一定要都分开，一样的，让人看起来呢，它比较舒服，一看就一目了然。再说有很多的东西，这个包括下锅的时候，它有先下的，有后下的，所以说你就都得分开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你配菜的时候，一看，你甭管多少种原料，10种原料、8种原料，你都得分区隔开放。你这个是不是刻板？你如果刻板出身的，一看原材料的码放你就知道。姜片大个，葱呢咱可以多放一点哈，多放一点。这个菜呢，一个是突出这个葱香和个姜的这个香味儿啊。这些原料，咱都把它焯一下水。这个焯水的时候，咱用清水就行，这里头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哈。这些东西基本上就一起焯就行，唯独这几样另外焯啊。就是虾仁和蹄筋。因为这里头它有味道，它带味道的东西，你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味道。放的时候也得有先放的，有后放的。开了锅以后呢，咱先把2个小油菜心儿把它烫一下。那2个油菜心儿以后咱做菜的时候就不下锅了，只是把它摆到上头好看一些。油菜心儿很嫩，生的也能吃，一烫就行。你胡萝卜你就得先放下去，因为胡萝卜它比较硬，
因为烫菜的时候呢，也有吃火的东西，咱就早下一会儿。好，稍微一煮，把青豆再下去。青豆煮不好呢，它一个豆腥味儿。好，稍煮一煮。好了，这些东西呢可以一起下了哈。好了，这个菜品啊就这个样，颜色越丰富了，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，是吧？这些咱就可以一起下去。这些东西都是熟的熟制品，虾仁儿呢一烫就熟，别烫过了哈。这个菜咱最好咱用猪油哈，不要等着油热了哈。放猪油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放猪油，一个是呢，它出来这个汤色洁白；一个是呢，猪油它香味儿，它比较浓。啊，这个时候咱炒点面粉，为了增加这个汤的浓度哈。面粉一定要炒香哈。是不是也要炒的那种微微发黄的状态？尽量别黄，因为咱是奶糖才要求洁白。洁白，不能炒黄。你要炒面油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这倒好清，我今天用的清汤，应该用高汤哈。咱这时候把葱姜捞出来。调个味儿哈，葱姜料酒哈，2勺就行。加点盐就行了，你不用加味精的哈，2到3克盐吧，是吧？哎，这时候咱把料下去。哎，咱关键的一点哈，咱别忘了姜汁儿啊。哎。这个菜没有姜，它不出味儿，太漂亮。尝咸的，正好，太棒了。不要煮的时间太长了哈，但是呢也得让它有个入味的过程哈。这个时候呢，咱把它浮沫。给它打一打，清一清。好，好嘞。能淋油了？不，这个不能淋油。哦。这是有一些菜带前劲儿的菜能淋油。好。这道菜呢就做好了，给大家汇报一下那个味道啊。我先尝尝汤吧。好的，香鲜浓厚。整个这个菜呢，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汤汁浓白，味道醇厚，而且你喝下去以后啊，十分醇厚香鲜那个味道在你嘴里就是垂齿留香。
而且呢还不腻，哎，香而不腻。这个菜呢，第一它的特点是色彩艳丽，品种多样，营养丰富，香而不腻，多种原料各种味道，它的香气互相融合，形成了一种非常醇厚的那种香咸。这个菜做的时候呢，关键是选菜。选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选那些软嫩、鲜脆、无骨的，而且呢，有几种食材呢要有特殊的那个香气的。改刀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大小一致。再就是你看到飞面这个过程了吗？一定要把那个面不但要飞散，而且要飞香，把那个面香味把它炒出来。也不要放面太多了，太多了以后呢，它就像一盆浆糊了，喝起来它就不爽口了。再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三丁，也就是说3种主料啊，你可以任意选3种，高档点的啊。你像咱今天选的这3种呢，咱其实还可以选海米啊，是吧？鸡肉啊，是吧？没有那个蹄筋加点皮肚啊，这一类的干贝啊都行。这些食材稍微的高档点的，这个味道比较好的，你都可以往里添加。甚至你多了，你可以浇个奶糖什锦菜。一定要做这个菜要放姜汁儿，量呢比较大一点，一定要突出姜的那个香味儿。这个菜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